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美方要把两国元首去年11月视频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当务之急，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恶华小圈子。国防部在回应美方可能于冬奥会期间挑衅时表示，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突发事件是有充分准备的。中美外长通话中，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去年11月视频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明确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拜登总统对此作出积极呼应，并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但世人看到的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美方仍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王毅表示，中美都无意改变对方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大国竞争不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也解决不了美方和各国面临的问题。中美要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必须把握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必须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必须扩大两国合作积极面，必须建设性管控分歧。布林肯表示，两国外长经常性沟通非常重要，强调拜登总统在两国元首会晤中阐述的立场没有变化，美方愿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分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介绍此次通话情况时表示，保持各层级各领域对话沟通是去年11月16号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时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中美外交团队一直进行接触，联合工作组开展了有效磋商。中美疾控中心主任上周举行了视频通话。中国政府气候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出席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论坛部长级会议。王毅国务委员和布林肯国务卿对上述交往合作均予以积极评价，同意双方继续在各领域、各层级保持对话沟通。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两国外长的经常性沟通。王毅还在通话中强调，当务之急，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恶华小圈子。美海军近日高调宣布战略核潜艇停靠关岛，多个航母战斗群在中国周边聚集并开展演练。有动向表明，美国可能会同盟友于北京冬奥会前后或期间，在中国周边继续举行军事演训活动。在同一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大校对此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国际社会的一次体育盛事，朋友来了有好酒，中方将当好东道主，与各方一道努力，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但必须指出，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突发事件是有充分准备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海军高级官员近日首次承认，去年4月美国驱逐舰马斯廷号对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抵近侦察是故意的战术行动。吴谦表示，关于美方承认马斯廷号是故意的抵近侦察，中方并不觉得意外，事实本就如此。早在去年4月，中国军队在现地处置的基础上，已对此进行了严厉批驳和严正交涉。但令人震惊的是，美方对这种军事挑衅行动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这种霸权综合症和认知障碍症，确实到了该好好治一治的时候了。本月，中俄美英法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是，一些美国媒体近期仍在炒作中国所谓核威胁，称美中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方正在大力扩充军备。美日外长、防长近日举行2+2线上会议，还发表联合声明，恶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还大肆炒作台海议题，被认为是将台海政策向实操化推进。吴谦回应表示，美方炒作中国所谓核威胁，完全是操纵话术、混淆视听。事实证明，美国才是国际安全的最大风险源。美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编织虚假信息，恶意抹黑中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必须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造成当前台海紧张局势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美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炒作台海议题，是在助长民进党当局谋独弃焰，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日试图介入台湾问题，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在这个问题上，美日陷得越深，将来会痛得越烈。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心意志坚如磐石，能力手段不断增强，绝不只是说说而已。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7号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那么您对中美外长在敏感时刻进行的这次开年通话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确实啊，如你所说，中美这两个全球大国呢，现在都进入到了敏感而且是重大的时刻。中美呢都有各自的紧迫议程。北京冬奥会还有1周就将揭幕，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就对外宣示，中国准备好了，世界充满期待。那么布林肯国务卿呢，他也经历了最漫长的一天，在和王毅通话之前，他在国务院举行记者会，宣布呢，美方已经就俄方要求的安全保证做出书面回应。美俄这两个核大国围绕乌克兰危机进行的战略博弈，也已经进入到了摊牌时刻。那么就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也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年走向，这呢同样也是全球的焦点。那么作为联合国的5常成员国，作为世界前2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的投射与影响当然是不止于双边层面，它关系到全球利益和民众福祉。所以啊，这次中美外长通话的分量是相当吃重的，是真正的全球外交大件事儿。那么王毅在应约通话中再度阐释了中方就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强调呢，中美双方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晤达成的重要的共识落到实处。但是呢，对照中美关系的现状，至少在美方层面，元首共识并没有得到推进落实。对此呢，王毅的态势评估是，美方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毅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了这样一句话：施压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对抗阻止不了中国走向强大。我想呢，这是去年初阿拉斯加中美高级别对话现场，杨洁篪直斥美方没有资格说基于实力对话，中国不吃这一套的这种延续和表达。那么这也是中方对中美关系底线原则的有力的重申，甚至我个人还认为，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布林肯美式餐桌论的一个坚定回应。布林肯前2天他不是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大谈美方要把握主动权吗？他的一个论调是，你不上餐桌就会上菜单，那么这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但是呢，中国不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这一套，更不接受不吃人就被吃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底层逻辑。王毅把要求美方3个停止成为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您对此如何分析呢？布林肯也特别谈到要为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加油，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王毅明确要求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种种反华恶华的小圈子。可以这样说，这是美方对华施压搞对抗的3个最主要的面向，这呢也是中美关系最显著的3个集中承压点。那么处理不好，承压点就会成为引爆点。所以这是中方的3大主要关切，王毅称之为当务之急。布林肯说，美方愿意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分歧，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等等，这算是美方的回应吗？我不这么认为。听其言，更要宽其行。那么打台湾牌，牵头搞所谓小院高墙，乃至组对抗俱乐部等等，至少呢，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美方收手的态势。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刚刚演出过境洛杉矶的闹剧，他在回程中会不会配合美方再闹幺蛾子呢？美日印澳4方上半年确认要在日本召开第2次的线下峰会，会不会再度上演干涉台海、南海议题的戏码呢？甚至日本会不会如媒体所炒作的，要寻求加入 AUKUS， 也就是美英澳安全同盟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美方下一步取态抉择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布林肯的加油说倒是有正面意义的。当然呢，这位国务卿他格局一般，相当小气，
他加油啊，只喊给本国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但是呢，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加油表态，变相承认了美方所谓外交抵制努力的彻底的挫败。事实上呢，我们从美国政客基于零和博弈、基于体育政治化的这种施压对抗的思维，打出所谓外交抵制的旗号，美方啊就已经在给自己在挖坑了。且不说抵制动议在国际上根本应者寥寥，甚至啊在本国口号刚刚喊响之际，就传出美方国防以及外交官员寻求中方奥运签证。我想这不是最典型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吗？布林肯在通话中抛出加油美国冬奥选手说，估计啊美方有人听了是会相当不爽的。但是呢，这其实也是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来为美方所谓的抵制闹剧来画上句号。这实际上是在让美国奥运外交来出坑、来解套。好的，也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王毅和布林肯的通话还谈及台湾问题，王毅敦促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布林肯也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近就对台当局官员所谓过境美国进行了冷处理。蔡英文副手赖清德周二启程赴洪都拉斯，并在途中过境美国洛杉矶，24小时里都被关在旅馆内，只是通过视频与美国某些议员进行云接触。有媒体对此评论称，赖清德过境美国过了个寂寞。王毅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表示，去年11月16号，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在王毅强调的当务之急中，就包括美方应当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对此，布林肯表示，美方愿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分歧。他也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而最近，蔡英文副手赖清德在美国洛杉矶受到的冷遇，也显示美方试图在台湾问题上降低调门。赖清德此行是以所谓蔡英文特使的身份窜访洪都拉斯，出席该国新总统卡斯特罗就任仪式。按照规划，赖清德一行于周三出发，在美国洛杉矶所谓过境停留1天，再飞往洪都拉斯参加就职典礼，于当地时间周六在美国旧金山再次所谓过境，下周一返回台湾。窜访洪都拉斯只是一个由头，赖清德此行的重头戏实际上是过境美国。原本台湾方面想借此推升一波美台互动的热度，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赖清德打的台湾自产疫苗不属于美国认可的有效疫苗，在抵达后，赖清德直接被安排进入旅馆，并被要求只能以视频方式与美国部分人士进行所谓会谈。抵达洛杉矶后，赖清德就开始了约10小时的7场视频会议。对话方17位美国国会议员大多来自加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等邻近州，他们或多或少都支持过台湾。比如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去年11月窜访过台湾。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曾领衔提出所谓台湾学人法案。众议员邝希恒很多年以前在台湾当过传教士。美国方面低调处理这个事情呢，也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目前对台独势力并不是很支持，因为在美国当前面临最大的国际问题就是在欧洲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在太平洋方面，在中国这边呢，美国就希望能稳住东亚太平洋方面的这个局势不希望台湾在这个节骨眼上煽风点火造成这个地区形势不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应讯强调，民进党当局惯于借所谓议会外交拉拢渗透外国议员，制造谋独活动获得外部支持的假象，惯于打着民主幌子贴靠外部势力，本质上是在国际上谋独，只会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当局借所谓过境美国，图谋美台官方接触，寻机进行谋独挑衅，是其依美谋独的一贯伎俩。无论以什么名目玩什么花招，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岛内媒体戏称，赖清德此次过境美国被关禁闭，更加打脸的是，美国方面早早的就向赖清德一行发出拒绝信号。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同一时间赴洪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台当局处心积虑，妄图促成赖清德与哈里斯在洪都拉斯会面。对此，白宫资深官员回应，并没有相关计划。
有岛内舆论讽刺赖清德想借助洪都拉斯之行拉拢美国，可谓是自欺欺人。而且事先放出这个消息，也是向台湾方面发出警告，不要做试图主动的想方设法制造和美国官员接触的这种既定事实，通过所谓偶遇这种方式来让美国难堪，让美国这个被动。实际上是事先对台湾做出一个警告。就在赖清德窜访途中，路透社爆料说，立陶宛官员正在讨论给所谓台湾代表处改名，作为缓解与中国大陆紧张关系的一个途径。这已经不是立陶宛方面第一次就更名问题放出风声，让外界越来越相信立陶宛政府内部的确在进行相关讨论。中国外交部周四敦促立陶宛立即纠正错误，不要担当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棋子，同时也提醒欧盟方面明辨是非，警惕立陶宛绑架中欧关系的企图。而已经接到立陶宛高价朗姆酒的民进党当局还没开喝就已上头，被舆论质疑，让全世界把台湾当凯子。路透社周二援引2名知情官员的话披露称，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上周向总统瑙塞达建议，将代表处名称改为台湾人民，而不是仅用台湾，以缓解和北京的紧张关系。由于台北赛立机构的现行英文名称使用的是 Taiwanese 而不是台湾，更改中文译名等于让中英文与立陶宛文的名称相符，而这需要台当局点头。此前，英国《金融时报》也曾报道称，华盛顿建议立陶宛更改代表处名称，认为台湾代表处无助深化台当局和立陶宛的关系。路透社的消息出来后，台湾中央社报道称，3名立陶宛知情人士称报道不实。文章提到，总统首席外交顾问斯卡伊斯杰利特接受立陶宛当地广播电台采访时称，降低与中国大陆紧张关系的其中一个选项确实可以是变更台湾代表处名称，但立陶宛需审慎评估在如此短时间内改变决定的后果。他还说，在立陶宛已犯了一个错误后，不该再犯新的错误。官方目前不主张变更名称。台媒还称，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周三表示，没有改名的相关意图与计划。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周二也称，没有接到相关信息，立陶宛也没有告知要改名。民调显示，60%立陶宛民众不支持对华强硬，另一反对派政治人士公开要求政府彻底改变态度，修复对华关系。乃至从总统瑙塞达到多名政府高官都承认，以台湾为名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有观察认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更名的风声四起，这显示立陶宛受到民意和企业的压力，同时也不排除立陶宛政府并无诚意改善对华关系，折腾改名的事有可能是又一次政治表演。在这种内外压力的交织之下，立陶宛有这种所谓的对中国进行一种调整或者说示好的迹象，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它可能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台湾问题的这样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复杂性和这种微妙之处，体会的还不够深刻，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还在试图玩弄这种所谓的台湾或者台湾人英文或者中文标识的这样一种文字游戏，而没有真正触及到他应该去回到一中原则的这样一个鲜明的立场之上。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欧盟方面批评中方对立陶宛实施所谓胁迫行为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中立关系出现问题，其中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所谓中国对立陶宛进行胁迫，纯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中立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中立之间的问题是立方背信弃义、损害中国利益导致的问题，不是中方向立陶宛施加压力的问题。中立之间的问题是中立双边问题，不是中欧之间的问题。赵立坚强调，我们督促立陶宛立即纠正错误，不要担当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棋子。立陶宛应该围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也提醒欧盟方面明辨是非，警惕立陶宛绑架中欧关系的企图，劝导立陶宛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履行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
政治承诺。据立陶宛媒体报道，最近有欧洲议员在欧洲议会内掀起了一场行动，要求欧盟针对立陶宛的遭遇回应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搞事情的议员当中就包括一名已经被中方制裁的反华政客。但是尴尬的是，这些人挑起事情之后没人跟进。欧洲议会有700名议员，真正签字的只有40人，最终事情没搞成，反而让立陶宛沦为笑柄。而民进党当局为了拉拢立陶宛，先是捐赠口罩，进而允诺提供立陶宛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在立陶宛总统表示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后，又加码提供额度为10亿美元的融资基金。下周2，蔡当局发动台湾烟酒公司购买的遭大陆拒收的立陶宛朗姆酒将开卖，首批6000瓶将卖到单价600元新台币，约合137元人民币。不过，有人注意到同款的朗姆酒在大陆电商平台上的售价却只有31元人民币。台湾舆论认为，这根本是把台湾当冤大头。不可以把台湾的消费者当潘娜。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酒要出这么高的价格去买？我们为什么要用比别人贵得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他卖给大陆多少钱，就应该卖给我们多少钱呢？不是一样是这个道理吗？那为什么到最后反而会变比较贵呢？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做的事情已经让全世界都把台湾当盘子了，人家不敲你要敲谁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过境美国时仅获得与17位国会议员举行视频会议的待遇，您对此如何解读？在几天前的评论中，我就曾经说过，由于赖清德这个人不仅身份敏感，而且个人政治立场存在严重的问题，是属于激进台独势力的代表。他身上寄托了激进台独势力的台独梦想与台独希望。假如美国不利用这个机会牵制住赖清德，压住赖清德的台独气焰，那就会向赖清德以及台独势力发出一个极其错误的政治信号。未来美国就一定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所幸的是，从这次美方给予赖清德过境的礼遇来看，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还算是比较醒目的，不仅没有给予赖清德所谓高规格的礼遇，反而是公开给赖清德穿了几双小鞋。其一是，美方把赖清德无论是去程还是回程的过境地点，都选择在了美国的西岸，远离了美国的政治中心。那么第二，对于拜登政府是否安排了白宫官员会见了赖清德，虽然蔡英文当局故弄玄虚，未置可否，但是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来看，赖清德只是跟17位美国国会议员进行了通话，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会议员并不是官员，不能代表美国官方。第三，赖清德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形式是视频会议，并没有见到真人。对此，蔡英文当局认为这是美方出于防御抗疫的需要。我认为这一说法显然是有点扯。要知道，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失控状态，甚至白宫已经不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了。相反，台湾这是基本上控制住了疫情。赖清德不太可能把病毒传染给美国人，因此这实际上是拜登政府以防御抗疫为名，在对赖清德进行政治隔离。第四，仿佛是在害怕外界以及赖清德本人看不明白，美方在以实际行动给赖清德穿了小鞋之后，还画蛇添足地补了一刀，没有忘记用语言公开羞辱一下赖清德。美国国务院一位新发言人专门以电邮方式告诉记者，赖清德过境美国是私人且非官方的。同时，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还表示，副总统哈里斯没有计划在访问洪都拉斯期间与赖清德会晤。大家知道，台湾政客往往会通过炒作过境美国时享受到的所谓礼遇，来显示美方对其在政治上的加持，甚至是对其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肯定。然而，这几个领域动作意味着，美方不仅没有加持赖清德的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对赖清德的冷遇和减持。而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排，也向赖清德本人以及岛内发出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即美国不接受更不欢迎激进台独政客。
路透社爆料说，立陶宛外交部长上周已向总统瑙塞达建议，将台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修正为台湾人代表处，以缓解与大陆的紧张关系。但是事后，立陶宛外长以及台湾方面都进行了否认。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由于此前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已经公开对外表示，设立台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再加上像路透社这样的权威媒体，也不可能无中生有捏造一条假新闻。因此，我认为从这条新闻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这么几重信息：一个是中方在经济上施加的强大压力，尤其是动员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把立陶宛排除在中国的供应链之外。这些动作已经让立陶宛遭受到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立方已经开始顶不住了。第二，来自企业界与民意的压力已经让立陶宛政府乱了方寸。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立陶宛方面将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人代表处，虽然看上去似乎是淡化了它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一种民间组织的感觉，但是台湾在相关国家的代表处统一命名为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既是中立建交时就已经有的约定，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更何况，假如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网开一面，就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国家群起而效仿，届时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变成了儿戏。尤其是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损人而又不利己的事情，原本就是由立陶宛方面无中生有主动挑起来的。立陶宛方面有责任和义务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当前自知理亏的立陶宛方面已经呈现出了顶不住压力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只要一方面继续坚守一中原则的底线，另一方面继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向立陶宛施加压力，最终事情就一定会朝着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发展。而经过此番波折，进一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绝对不能碰触的政治信号。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和北约周三分别向俄罗斯提交了安全保障协议的书面回复。不过，俄方对此并不满意，因为美方并未对俄罗斯真正关切的问题作出答复。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乌克兰主动出面降温，总统、外长、防长相继发声称，局势仍在控制中。俄部署在乌边境军队不足以对乌发动重大袭击。在乌克兰内部频频传出呼吁冷静和镇定声音的同时，备受瞩目的俄乌法德四国诺曼底模式会谈周三重启，各方同意继续遵守停火协议。据半岛电视台周三报道，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当天向俄罗斯外交部提交了安全保障协议的书面回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美方认为俄罗斯在军备控制等领域可能存在威胁，并向俄方提出了外交建议。布林肯也将在未来几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此进行后续讨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随后表示，北约已与美国同时向俄方提交了书面回复，但他未透露回复的具体内容，仅表示北约各成员国已准备好与俄罗斯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框架下进行谈判，但北约不会在门户开放政策等原则性问题上妥协。去年12月，俄罗斯在向美国和北约提交的安全保障协议中提出了北约停止东扩、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等要求。由于美国和北约并未在周三给出的回复中就这些要求做出妥协，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对莫斯科提出的安全保障倡议做出建设性回应，俄罗斯将采取必要措施。俄罗斯已经表明就是不太接受美国的书面的回应的这个内容我想，因为其实他们双方的立场分歧实际上是根本性的，所以呢基本上是谈不拢的啊。俄罗斯开出来的条件对美国来说，对北约来讲是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所谓的安全保障协议也是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周三开始在全境展开大规模军演，黑海舰队出动20多艘军舰在黑海水域进行演习，北方舰队和北极远征军也在巴伦支海域举行军演，参演军舰和潜艇超过30艘。俄国防部称，此次军演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在紧急形势下各兵团、诸兵种合成部队以及空军、防空军部队、海军部队的战斗力。
过去几天来，美国和北约新动作频频，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风险加大为由，向乌克兰增派军舰和战机，授权驻乌使馆撤人。对此，拉夫罗夫直言，局势紧张并不是由俄罗斯造成的，而是由美国和北约的行动以及他们散播的谣言造成的。美西方国家的行为正在引发歇斯底里的军事狂热。涉及到撤出外交人员的动作，英美在做，俄罗斯同样也在做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反映出局势的紧张，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当前局势复杂敏感的时候，在谈判仍然在继续的时候，对双方之间进行谈判筹码收集的一种动作。所以双方都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会增加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地区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不过，就在美西方国家大肆渲染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之时，乌克兰方面却紧急为局势降温。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就美国撤离驻乌大使馆人员家属一事呼吁民众深呼吸，冷静下来，不要惊慌。泽连斯基对美国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不认为这些国家撤离外交官是局势升级的信号。乌外长库列巴周三表示，俄罗斯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军队对基辅构成威胁，但其数量不足以对乌克兰发动重大袭击。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透露，乌当局认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以前他是把自己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这个北约和美国西方，但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西方都完全没有做好这个抵抗俄罗斯的这个准备。然后从这个欧盟角度来讲，更加是这样，在这个行动方面也没有说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所以乌克兰就没抱上西方的大腿。我想他也不希望能够有一场这样的跟俄罗斯的战争嘛。欧洲的德国、法国则希望通过对话缓和紧张局势，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备受瞩目的俄乌德法4国诺曼底模式会谈于周三在巴黎举行。尽管俄方代表、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会后表示，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但这是各方近期首次就乌克兰问题直接进行的对话。科扎克透露，各方就乌克兰东部冲突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但都同意必须遵守乌东部的停火协议。科扎克表示，4国新一轮会谈将于2周后在德国柏林举行，各方将努力减少分歧。致力于乌克兰危机谈判的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月，当时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乌克兰和德国领导人在诺曼底就解决顿巴斯战争问题进行首次磋商。法德2个欧洲大国对于当前的乌克兰形势有他们独立的思考，是希望欧洲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有更多的独立性，而并非把欧洲安全绑在北约身上，绑在美国身上。其实我们看到，涉及到乌克兰局势，法德之间是有一些共识的，他们都强调的是要以对话的方式，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分歧，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这也是诺曼底模式再次发挥作用传递出的核心的信息，不打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关先生，周4举行的中美外长通话也谈及乌克兰局势。王毅特别强调，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俄乌是战是和，这是开年世界的一个最大悬念，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全球关注。我前面提到，布林肯在和王毅通话之前，刚刚在美国国务院举办记者会，宣布美方已经向俄罗斯提交了书面回应。也是在同一天呢，俄乌德法4国代表在巴黎爱丽舍宫总统府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晤谈判。所以中美外长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这呢也是国际应对俄乌冲突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也是不少外媒的最大的关注点。路透社今天的电稿呢就以此为题说 ，U.S. Blinken holds talk with China's Wang on Ukraine risks。布林肯与王毅商讨乌克兰危机。那么美方书面回应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公布，但是呢，布林肯昨天说的非常明确，北约继续坚持所谓大门开放政策，这等于回绝了俄方安全保证的一个核心要求，也就是呢，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至于布林肯他所称的美方所谓信心建立动议，现在呢大致可以分析，就是呢在所谓军控协议以及军演安排上来做文章。但是呢，俄罗斯方面另一个核心要求，也就是北约在俄周边国家撤出军力、撤出战略武器，这个要求呢，同样是被美方回绝了。在我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如何演进，乌克兰的决策实际上相当关键。美媒所谓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它是一组问题。
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那么俄罗斯它的安全关切，北约作为军事集团它的发展方向，乃至欧洲的大国博弈以及地区的安全等等，那么这些个问题孰轻孰重，如何博弈取舍，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与态势评估，实际上是会有不同答案的。但是呢，对身处博弈最前线的乌克兰，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乃至祭品，这无疑是关乎国家利益的头等大事。乌克兰当政者尤其要审慎抉择，要头脑清醒。好在呢，我们看到昨天巴黎的4国会谈至少是有成果的，四方都愿意继续磋商，这实际上也为寻求外交谈判解决冲突保留了机会之门。新年之际，联合国已经正式发出奥运停火动议，我期待欧洲能够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外交斡旋一个机会。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换届选举将于今年3月27日举行。周四，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召开记者会，公布特首选举活动指引，宣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程序正式启动。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表示，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定于2月20号开始，3月5号结束，为期14天。根据指引，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获不少于188名选委会委员提名，并在选委会的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不少于15名委员提名。候选人需获得超过750张有效选票才能当选。冯华表示，每位选举委员会委员只可以提名1个候选人，且不可撤回提名。候选人的提名资格会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确认。资审会可以要求选举主任提供意见，也可以根据香港国安委的意见做出决定。我手上这本厚厚的书就是行政长官选举活动指引，一共有311页，分为引言、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程序、投票制度、投票及点票安排、选举呈请和司法复核等，共20章，是非常详尽细致的介绍了行政长官选举活动的方方面面。那这将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特首选举，是去年9月的选委会选举以及12月的立法会选举之后呢3场重要选举的最后一场，意义是非常的重大。那冯华法官呢在记者会上就多次强调，一定要办好此次选举。在下午举行的2021整体治安情况记者会上，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就表示，香港警方将加强情报搜集和风险评估，确保行政长官选举能够在安全、有序、稳定的情况下举行。针对香港国安法的有关执法情况，萧泽颐透露，截至本周二，香港警方共拘捕超过160人，当中超过100人已被检控。在2022年的3个工作重点之中，第一点仍将是继續維護國家安全，推動全面反恐。社會秩序已經回復穩定，但係咧仍然有少部分嘅反中亂港分子咧轉趨地下化。警方咧會繼續以情報主導，盡早展開調查同埋執法行動。全球形勢顯示咧，世界各地咧仍然面臨咧恐怖襲擊、恐怖主義活動嘅威脅。警方咧會持續加強情報搜集，亦都會積極咧透過唔同嘅媒體同埋活動咧加強公眾對本土恐怖主義自我激化行為嘅認知同埋應變能力，以及咧鼓勵市民咧作出舉報，期望做到咧全民反恐。過去1年，有警員因公殉職。在回答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有關未來如何加大對同事的保護時，蕭澤頤回應稱，警方一直在檢討如何能夠提高同事執法的安全性。除咗喺嗰個行動嘅策略戰術方面之外咧，喺訓練我哋亦都會加強。喺裝備上面咧，我哋亦都咧不時去檢視有冇一啲喺而家世界各地，包括係我哋嘅祖國，有冇一啲裝備係能夠適合我哋啲同事，能夠更大可以保障到佢哋執行職務安全嘅方面咧，我哋呢方面一定會做。